好，各位来宾、各位读者，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上海图书馆东馆来参加我们的这场公教活动。我是来自上海图书馆会展社教中心展览部的张小翔。那么今天呢，我们这场活动啊，其实是源自于我们1号展厅正在展出的一场名叫“让诗风穿透一切”的展览。那么这场展览呢，也是这场公教活动也是我们这场展览衍生出来的第4场公教活动。那我们的展览呢，是从古老的《诗经》出发，然后我们围绕着这个植物这样一个主题用我们珍稀的馆藏，还有比较好听的原创的音乐，还有非常有趣的多媒体的互动装置，来给我们的读者构建一片可看、可听、可感的诗意的世界。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想把这一份诗意从我们展厅的展墙和展柜当中取下来，然后呢走向我们脚下的这片真实的世界。所以呢，我们也非常的荣幸的邀请到了来自于我们上海辰山植物园的工程师我们的植物学博士希望老师。那么希望老师呢，也是长期的从事我们的自然科普教育工作。他曾经获得过上海市科技进步奖1等奖、中科院科普讲解大赛1等奖、全国科普讲解大赛优秀奖、上海市优秀科普讲解员称号，在报刊、新媒体等平台发表科普文章300余篇。那么今天呢，他将带领我们开启一场叫做“1000年的陪伴”都市中的诗经植物这样一场非常独特的探寻也希望他可以用这个植物学家的专业的眼光和我们科普工作者生动的讲述，来为我们揭晓我们隐藏在我们这座城市背后的这个诗意的世界。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邀请希望老师上台来做分享，谢谢。好的那么很高兴呢，今天下午呢见到各位来宾那么我呢是来自上海辰山植物园的。那么在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我们有谁去过上海辰山植物园啊？哇，那还是不少的还是不少的因为我们说呢这个植物园呢，它是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那么我们说呢，这个《诗经》它在几千年前成编以后，然后呢，它一直流传到现在，就是因为它有很强大的生命力。因为它其中呢，不但是体现了不同地区这个人们他们的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做自然科学研究的人来说呢，它里面又涉及到了非常多的生物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来呢，因为本身呢我不是做《诗经》研究的因为我是做植物学研究的，所以说呢我希望呢跟大家来一起走进我们《诗经》中的植物世界，并且呢，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可以在我们走出图书馆以后，在我们的身边实实在在看到的。好那我们就来开始那其实这个《诗经》我们说它有一句话非常有名孔子说的“多识草木鸟兽之名”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呢如果纵观整个《诗经》，它里面篇章的话，里面就有很多的生物啦，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哺乳动物然后呢，包括鸟类，包括鱼类还有一些虫类当然了，里面还有很大一部分那就是植物。因为呢，我们从这个生态学上来说，植物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础它为人类提供了全部的食物和绝大多数能源所以说呢，植物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看这个《诗经》里面的话，其实也能感受到，在这个《诗经》里面，人们对于植物的这种非常热情的讴歌但是呢，这个里面它可能有一些它是用来表达自己、表达自身的，还有一些呢是用来讽刺国事的等等非常的多。我们说这个《诗经》用了赋比兴，对不对？有很多他们的起兴用的就是植物。那我们说呢，这个《诗经》里面到底有多少植物呢？我们大家可以来猜个数，大概有多少种来，谁来回答？谁来可以大声来说一下？大概大家觉得里面大概涉及到的植物有多少种？谁来能说一下？有没有小朋友我觉得小朋友不多有小朋友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当然，大人们也可以，或者大家说估算一下，1000种有没有？
有啊，1000种啊。哎呦，那你太高估这个《诗经》的这个容量了啊！其实没有想象大家想象那么多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说呢，这个《诗经》当中呢，因为呢有不同的人，他会去对这个《诗经》做不同的解读啊。因为呢，我们现在其实用的最多的是毛诗啊，我们最多是用的这个版本。然后呢，大家对这个毛诗的这个解读啊，从宫里面这305篇啊，然后呢不断的去数，有不同的一些数字，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对于这个毛诗物名考里面啊，这本书里面它统计呢是60种木啊，91种草啊，33种谷，然后加起来一共184种啊。这个其实从植物学上来看啊，这个不知道它是怎么算的，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谷物啊，粮食作物，从植物学上来说属于什么？属于草本作物，对不对？属于草本植物啊。然后呢，木呢，我们就说呢，包括灌木、乔木啊，这个是这样来分的啊。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分法。那对于这个《毛诗名物图说》来说的话，草有88种，木有54种，加起来一共142种，看着好像不是很多啊，对吧？然后呢，这个《毛诗类释》里面啊，它分的就很细了，谷、蔬、药、草、花、木，分了这几类，一共加起来分的多了。但是种类没加多少，174种。然后呢，还有一个最近啊，就是比较近期的发表，像这个《诗经研究史纲要》里面啊，数了一下，草105种，木75种，加起来175种。所以说呢，整个加起来，整个《诗经》里面也就不到200种植物啊。但是大家要想到，《诗经》是多少年前成诗的呀，对不对？它是先周时候人们传唱的这些诗，然后呢，再经过了后期的不断的这个编纂啊，成册，然后形成了《诗经》。所以说呢，200种对于一个《诗经》来说啊，它已经不算少了啊，200种植物。我想问在座各位，就是你们记住的植物或者你们认识的植物能有200种吗？当然，我相信啊，如果大家好好的去读一读《诗经》，把这200种植物如果都能理解了，你们在上海的这个植物的认知里面啊，上海人口认知里面，那就属于排名前列的啊，前90%的前10%的人了啊。好啊，这个开玩笑啊。好，那么说呢，就是这个研究植物啊，其实呢，因为我本人呢，他不是做文学类研究的啊，因为这个里面呢，它很多呢，对于这个《诗经》里面植物的考证，它有2条途径，一个呢是根据解释它的描述解释来进行研究啊，这个就是应该叫训诂学的这个内容了啊，这个就是在我的知识领域之外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简易的是什么呢？在后人呢，其实有很多人根据当时的他们对这个植物的理解，画了一些图。我们都说这个有图就好办了，对不对？有图以后，我们看的呢就比较清楚。这些植物的结构呢，植物的特征我们能掌握。所以说呢，我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主要是基于3本图册的内容分别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分别是这3本那么第一个呢，叫做这个《毛诗名物图说》这个是清朝人这个徐鼎编撰的它的出版时间呢是1771年。17年大家可以去算一下，大概是哪一年哪个清朝的皇帝在位的时候那么他做了一个这个，而且呢，他做的比较细上面有图，下面有文他把一些像尔雅呀等等的这些解释呢，就写到下面了所以说呢，作为一种工具书还是蛮有用的这个是第一个那么跟他在同时期呢，其实当时的日本也有不少的儒学家或者什么汉学家，他们也对《诗经》非常的感兴趣。那几乎是在同时期，大家可以看到日本有个叫这个冈原凤这位儒学家，他也把这个《诗经》里面这个东西呢拢了一拢，然后呢请人做了画，然后呢他在每幅画的旁边呢还做了这个标注也是资料性非常好的一个。而且呢，因为当时呢这个日本文字它大量的还是使用汉语的，所以说呢看上去其实呢没有什么压力这个呢网上都可以找到电子版的直接去看，没有一点压力你完全可以去读懂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在大约不到100年后将近100年后也是一个日本人这个细井循，他呢也写了一个书，也出了一个书，也画了一个画把它写成叫做什么呢？叫做《诗经名物图解》。
这个图解呢就有意思了啊，它不再是这种墨线勾勒画了啊，而是用这个设色画来做，就开始上颜色了。哎，上颜色以后那是更便于我们辨识了，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啊，有了这3本资料啊，以及它所附赠的一些它所附属的一些资料啊，一些文字材料啊，我们就可以来去看一看啊，我们《诗经》当中啊2、3千年前先人们传颂的那些植物到底是什么了。好，那么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啊，来，《诗经》当中出现频次最高的植物是哪一种？没人抢答案是吧？来，大家猜一猜，没事，我要听几个答案。来，大声，稗是吧？麦子，哦，这是麦子重要的粮食作物啊。还有那位女士，就是类似于谷物的一种，就是那个是读粟是吧？粟就是粟是吧？啊，对，粟啊，粟是那个小米啊。来啊，芦苇啊，就是那个这个蒹葭苍苍是吧？特别美是吧？好，还有答案吗？还有其他答案吗？柳是代表什么？是家前屋后要种，是不是？有点接近了，跟家跟人的关系是很近的啊。我们辰山植物园最近一直在搞一个什么项目呢？叫做树城市人。我们一直呢在去挖掘树和人之间的关系。我已经漏了点题了啊！来，还有谁想回答的？桃之夭夭。你这是你这是的那个什么了是吧？作弊了是吧？听过我讲的是吧？好啊，来，我们来看，大家看一看这些篇章啊，就是我现在出现的这些呢，它这些诗篇里面都讲到了一种植物。来，刚看标题就知道了是什么。很好，桑在多少篇诗里面出现了呢？整整看看多少篇？整整20篇啊！所以说呢，桑在这个诗里面，《诗经》里面出现了这么高的频次，哎，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因为桑树，它跟古人的生活那是太为密切了。我们来看，哎，这个桑啊，桑。这是刚才呢3本这个图册里面描绘的这个桑的形象啊，这个是这个清朝人这个徐鼎画的啊，这是2个日本人画的啊。如果让你看图，能够认出来吗？看这个图能认出来吗？就是这个图啊，这个图就可以了，对不对？因为有什么？有桑葚，对不对？而且你看，现在是5月10号，刚好是产桑葚的时候，哎，所以说呢，哎，这张是我在我们植物园实拍的图啊，哎，果实累累啊，在上面非常多，所以说呢，这个桑呢，在古代啊，人们房前屋后，尤其是在这个长江中游啊、黄河的中下游以及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啊、平原地区，人们都会种桑。其实大家不要想着桑一定是江南的啊，桑不一定它完全是在江南。大家可以想想，在这个周朝时期，其实呢，我们的气候带是比较靠北的，也就是说呢，在比较靠北的地方，气温也是比较暖和的。大家想想当时什么呢？在商周时期，这个大象在哪儿啊？河南还有大象呢，对吧？然后呢，河南还有那个水牛呢，对不对？那时候气候是比较温暖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周朝时期啊，先周时期，人们都会在自己的房前屋后来种上桑树，甚至呢会形成成片的桑树林。那这个桑树的用处就很多了，对不对？刚才我听大家讲了，桑树能干嘛？对吧？首先，我们说出门5件，衣食住行，对不对？先看衣，桑叶能够为蚕。蚕能够缫丝，丝能够织绸啊，绸锦缎。当然了，我们也要辩证的看这个问题，因为呢，丝绸的这个织物是给贵族们使用的啊。那么平民老百姓用什么呢？用麻啊，用麻，对的啊。但是呢，不可否认，丝绸它的价值很高，它是一个能够创造很多价值的一个东西。哎，所以说呢，摘桑叶为蝉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对吧？啊，很多人要以此为生的，这是一点。第二，衣食，食什么呢？对吧？桑葚是可以吃的，桑葚不但能直接吃，还能酿酒啊，还能酿酒，然后呢还能腌制，还能晒干。那么在对于过去这种物质比较贫乏的时候，在这个春夏之交的这个时期，桑葚是当时的人民啊非常好的一个维生的一个食物啊，一个食物之一啊，不能说全靠吃它啊，吃它了会反酸啊。好，这是桑葚能够吃。另外呢，还有桑树的根、皮，它有用。一个呢，桑树皮、桑树枝、桑树叶，它是可以做药用的啊。好，那么在这个汉朝以后啊，汉朝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明是什么呀？蔡伦干的事情，造纸，对不对？造纸的话呢，桑树的树皮是一种非常优良的造纸原料。因为呢，在我们植物学上来说呢，桑树就是我们的桑科桑属植物，它们的树皮里面，我们一种叫韧皮纤维啊，就是在这个树皮里面，它的这个纤维特别发达，纤维长柔韧。所以说呢过去呢，这个人们要造纸，有一个叫桑皮纸，它呢就是把这个桑树的树皮剥下来以后放在这个水里面捣碎，把这个纤维分离出来，然后呢，通过一些处理，然后呢去抄纸，然后做成的呢就是这个桑皮纸。当然了，这个是汉以后的事情。那在汉之前呢这个桑皮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药物来使用的。所以大家来看这个桑树，对不对？穿衣、吃东西、使用都有用处。更别说，其实桑树的木材也能用桑树的木材也是可以用的。所以说呢，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产业所以说不单单是在《诗经》里面，我们还能在其他的一些证据上面发现人们对桑树的推崇。我们来看这个呢是战国时期战国时期这个四川百花坛那边出土的一个铜壶。这个铜壶呢很特别，上面呢有非常精美的铭文铭文。那么这个铭文呢，它是在这个壶的这个脖子上面颈部那么这个是它的这个铭文的这个拓片大家能看到我这个鼠标铭文拓片那么大家注意看大量的呢，其实呢它是在展示这个贵族的生活，比如说出征、狩猎、宴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角落，它有一些人在干什么？在采桑就是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是这些，看到没？这底下有人，这个人呢站在这个桑树上面然后呢去把这个桑枝弄下来而且这些人，你们觉得就是趴到树上去把这个这个桑叶夸夸捋下来，把这个桑葚夸夸捋下来吗？不是的因为呢有不少的文物，尤其是这个战国时期的青铜器上都有类似的铭文。那这个铭文呢，专家们推测这个也是论文上来讲述的，是这些去桑树上面采桑叶尤其像这种贵族去采桑叶，它不单单仅仅是为了生产生活来用的，它更多的是一种仪式就是说呢，它是要遵照一定的仪式比如说呢，要有什么人，特定的人站在这个下面，递上特定的工具上去，还要做一些特定的动作然后呢再把这个桑叶再采下来。这个呢对于这个贵族来说呢，它是一套仪式这也是仪式动作。那么好了，那么对于平民来说，那这个桑树呢是他们生养栖息的地方所以这个桑树里面呢，这个我们很多描述桑的这个诗句里面都是在表现什么呢？生活比如说这个最典型的，像我们的《诗经》很多是描述爱情的，对吧？当时的平民的男女在桑树里面追逐爱情这个也是《诗经》描述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是非常有生活气息的。那当然了，我们后面还有一些描述，比如说像这种砖绘这个是在这个砖上做的这彩绘，这是魏晋时期画的也是人们去采桑所以说这个采桑它是一个非常有城市化的仪式感的，而且很有生活气息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可以来想象，这个桑树在我们先民的生活中占据了这么重要的地位那他们怎么能不去大篇幅的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去葬送桑树呢不包括这个不仅仅是喜悦的
哀伤的，仇恨的啊等等，它都可以用这个桑树来进行发起。所以桑树啊很重要啊，桑树很重要。当然了，现在桑树也很重要，对不对啊？现在桑树也很重要啊。除了现在可能跟大家关系比较近的啊，除了现在你们可以去超市买到新鲜下来的桑葚以外啊，我们有人身上也是穿丝绸的衣服，有丝巾，对不对？哎，那成为我国的啊，像我国的一些绣啊，这个丝绣啊，是我国的这个重要的文化遗产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呢，也会有很多桑树的种植，但是呢，我们现在种植桑树，我们上科技了啊，什么呢？比如说呢，你像啊，我们的桑树呢，现在已经可以用快速的育种的方式啊，但是现在的过去的桑树呢啊，都是这个种扦插或者种子播种啊，因为桑树这个植物呢，它特别能长。如果大家呢在小区里面，我相信如果大家有院子或者小区里面有公共绿地，每一年都会有这个新的桑树苗长出来。大家可以猜猜这个桑树苗怎么来的？因为呢这个桑树的这个桑葚，它呢你看着是紫色的一坨，对不对？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聚花果，它是有好多好多的小花。发育以后呢，每一朵小花形成了一个肉质的一个果实，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所以说呢，它里面其实种子是很多的。然后呢，它又鲜美多汁呢，谁爱吃啊？除了人以外，鸟爱吃。鸟吃了以后呢，到处飞，它的这个粪便落下来，就会到处的长。所以说呢，这个桑树特别能长啊，特别能长啊。所以最近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就比如说有车的，有时候你们这个车上面都会掉这个鸟吃了桑葚以后拉下来的种子啊。但是现在呢，我们有很多的育种方式了啊，就包括用芽变育种啊，然后呢用一些就选育优良品种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桑葚不单单就是这种小小的红红的了，大家还记得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那一盆桑葚里面有什么颜色的？有白的，对不对？现在的桑葚还有什么？还有长的，我们叫长果桑啊，这个味道吃起来很甜。所以说我们呢，通过人的长期的培养，我们的多样性有了桑树，其实也有很多的多样性的。那么另外呢，对于采摘叶子需求的这些养蚕的这种农户来说，我们现在呢已经不用爬到桑树上面去摘叶子了，因为我们现在叫什么呢？叫矮化桑树。这个桑树呢长不高，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园艺技术，比如说修顶、剪枝。我让那些桑树呢就长这么高，就长这个1人高而且呢它的分支性特别强，我采过一波之后，很快它在采过的位置萌发出新枝，长出新叶，这样就不用辛苦的爬到树上去采了。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我们现代的桑蚕农业所采用的这种叫什么呢？矮化型的这个桑树来做了。好，所以说呢，这个桑树你看我们相信你们出门以后在院子里面，甚至是路边稍微就是管理的差一点那个路边，你们就能看到有桑树苗子长起来。所以这真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这个事情我们身边的植物。那说到这个桑了，大家有没有想就我们再回想，还有一种树木特别能长在我们身边特别常见，在哪儿呢？《诗经》里面有记录是这句其下为谷。谷这个东西可能光说谷大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们来看图好不好？来，先看这张图，谷。我不知道这个图清楚不清楚。来，大家先猜一猜它会是什么植物？猜一猜，猜测一下，大胆猜测。有没有谁愿意分享一下？你觉得是什么我们都又不是考试，对不对大家可以来，我们彼此分享一下我们读这些古籍来，大声说，梧桐是吧？为什么觉得是梧桐上面有一些锯齿。叶子上面有锯齿，很好这个观察的一点很好，请坐。也可以看看下面的字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字能看清不给大家一个提示，我给你画个重点那位再说是吧？我想到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构树，是吗？请坐。我们来看来，好，来看这句话其实赤如杨梅，不可食。赤如杨梅。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里面的啊，现在认识了吧？看叶子。来，我们给那位听众鼓个掌，好不好？没错，没错啊，这个呢，它就是构数。其实呢，在这儿呢，它已经写了，看到没有啊？看到没有？在这儿写，看到没有？约构这个字啊，在过去是这么写的，在这儿啊，约构啊。只不过呢，我们现在呢写的是这个构啊，写的是这个构啊。好，这个大家见过没有啊？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见过，因为这个我敢说它比桑树还能疯长啊，比桑树还能疯长。所以说呢，是因为它太能疯长了，所以这个树的风评不太好啊。所以说呢，你看啊，你看这边呢，它都写着这个树呢不是一个什么好树啊，所以这个树是一个恶树啊，不好啊。然后呢，你看这个鹤鸣里面也有这句话，它把它跟什么树相对应呢？跟檀树相对应啊。所以说呢，这个鹤鸣这一篇呢是根据这个后人分析的，他讲的是什么呢？君子和小人啊，君子身边会有小人，但是君子不怕这些小人啊。所以说呢，他把檀树和古就是构树相对应，就是映衬这个檀树是好树，这个古树啊，就是这个构树它是个坏树来做对比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啊，这个构树对于我们来说也没那么坏。刚才我说了，构树它跟桑树的关系很近，都是桑科植物。哎，大家如果呢去摘桑叶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桑叶如果摘下来了，它的断面上会有什么东西啊？会有白色的乳汁，这个呢是桑科植物的一个比较基本的特点啊。那么如果说你去掰这个构树的这个树叶啊，它的这个树皮它也会有乳汁出来啊，所以这是桑科植物，只不过它是构属的啊。这个构树呢很好认的一点呢，就是这个叶子有毛，而且呢变化非常多样啊，变化非常多样。所以说呢，大家来看啊，看我这张照片里面看到没有？这个构树呢，它是叶片的边缘呢是有大量的缺刻的，这个是它一个特征。而且啊，这个缺刻很有意思。这个构树的叶子同一株上面，如果是它在阴的地方啊，它在阴的地方，它长得就是个圆的，没有这些缺刻。然后呢，在这个受到太阳晒的地方，或者是呢这个环境比较恶劣的这些地方，它的这个叶子的这个边缘的这个缺刻就非常的大。大家大家有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身边去观察，因为构树太常见了。那么再说它的这个果实，谁还记得我刚才说的桑葚的这个果实是哪种类型啊？菊什么果？菊花果，对不对？哎，很好。构树它也是个菊花果。那它呢也是有很多这个小花开花以后呢，哎，结成每一个小花就生成一个肉质的凸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呢，在这个啊，它这个解释里面说，长得像杨梅一样啊，长得像杨梅一样。那这个东西能不能吃呢？不要信书啊，能吃，能吃，没问题。我吃过，甜的，好吃啊。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吃。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吃呢？就是这个东西啊。一个呢是鸟喜欢吃，对吧？啊，它毕竟是需要靠鸟传播的。第二呢，就是这个构树啊，我们俗称叫做构桃啊，桃子的桃，构桃。这个构桃呢，它的那个皮太薄了，稍稍弄一下就烂掉了。所以说呢，你经常看到的那个构桃呢，就外面已经是稀稀烂的。这个稀稀烂以后，它特别爱勾引苍蝇爬在上面，哎，所以就比较脏啊。所以说，真的是能吃啊，也没有毒，但就是有卫生风险啊，所以这个大家呢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么最近这个期间呢，是这个构树它开始长这个花序的时候。那么我这张图上呢，展现的呢是它的雌花序，雌花，因为这个构树呢它是雌雄异花的啊，雌雄异花啊，雌雄异株的。那么呢，这个雄株啊，雄树上面呢，它的那个花呢，就是它是一个柔夷花序，大概能长这么长。啊，大概能长这么长一条，像毛毛虫一样的啊，也就是最近就在开花。大家呢，如果啊在周边找到这个构树了，看叶子啊，看到叶子啊就认得它了，好好去观察一下啊。这是古啊。好，那么哎，刚才说了一个我们最常见的啊，这个桑，后来呢就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什么桃，桃之夭夭啊。这个场面很宏大，非常的好看啊！这个桃的确好看啊！这个呢是我种的
我种的树，我从种子种起来的啊。这个桃花，大家都说这个桃三对不对？桃三李四姓武是吧？是不是这个说法？哎，这个桃长得很快呀，3年就能开花。我数了一下，的确就3年就开花了啊，而且呢结实了，很好，很好看啊，颜色也很讨喜啊。大家说你要有爱情上面的好运，都说你说什么桃花运对不对啊？很好运啊。好，那这个桃呢，你看人们很熟悉的东西，它描绘的就比刚才的那个古树构树它画的要真的多了，对不对？我们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桃子啊，就是桃子啊。那么这个桃呢我们上海也有啊。这个前几天啊，我记得就是前几天，上海在开这个桃花节啊，好像是3月底4月初那个时候啊。然后南汇呢也有水蜜桃啊，很多。那么这个桃呢，特别受到大家的追捧，而且呢，大家想想，在所有的我国原产的这些水果当中，哎，哪个植物是代表长寿的？哎，是不是就是桃了，对不对？王母娘娘她要搞蟠桃宴，哎，寿星要捧个桃子，要捧个寿桃。那桃为什么能够作为一个长寿的象征呢？有没有想过？其实呢，跟桃的特性有关啊。大家想想，我们国家就是我国原产中国那几种啊比较大的水果，桃、杏、李、梅啊这些。桃子有什么特点？桃子的口感，它是最好的。我说的这个口感呢，不是说我们选育后的这些，当然选育后的那些杏啥的更甜，对不对？但是我就说，对于在商周时期那个时候半野生状态下的这些水果，其实桃子的口感是算是好的。而且桃还有个特点，桃子呢，它在成熟的时候是有香味的，吃起来很香。大家回忆一下，你们在吃梨、在吃杏的时候，有没有闻到过它们有那个香味？但是吃桃子的时候，那个香味是很足的，因为桃它的果实，它的可挥发性有机物挥发的比较多，闻着比较香。而且呢，桃树本身呢，寿命也还可以啊，寿命也还可以。所以说呢，在种种的因素作用之下呢，就是人们把这个桃字它神圣化了啊，所以说呢，桃就成了一个这个长寿的一个象征。好，这是说桃。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说的这个四君子里面，它为啥没桃啊？四君子是什么？梅兰竹菊，对不对？那按理说桃这么受欢迎，它也应该在这个我国歌颂的这个传统名花里有一席之地，为什么它比不上梅花呢？哎，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文化性，就是说什么呢？啊，有这种说呢，就是古代的士族阶层，它跟普通老百姓的审美趣味呢是不一样的啊，尤其是到什么呢？到了这个宋以后啊，这个当然这是宋以后的事情。宋以后事情呢，这个文人雅客追求什么呢？追求风骨啊，一定是要什么经过苦难，我还保持屹立不动啊，这才是好的。那么像这个桃花一开始就开得这么艳，这么讨人喜，他觉得他俗气不好啊，而且呢，你看都是老百姓在这儿啊，在这围着他去各种庆祝，哎，所以说呢，就造成了一个士族阶层和平民百姓阶层他的审美的一个差异化啊。当然了，这个士族阶层又是管着笔杆子的，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把像梅等等就写的特别高大上。但是桃花有什么不好呢？桃很好啊，对不对？哎，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对吧？桃经常跟谁一起称呼啊？桃跟李都经常一起称呼，因为这就到了我们说的蔷薇科木本植物花卉的阶段。因为我们说这个桃李，它都是蔷薇科李属植物啊。过去呢，在我们分类学上，这个桃呢，它是蔷薇科桃属的。但是呢，后来呢，根据我们的这个分子证据，我们把桃、杏、李、梅、樱这几个大类群都是春天开花的这个木本植物类群，完全的归并了，全部归到一个什么呢？归到李属里面去了。李这个属啊，所以说呢所以他们现在呢都是一家人了啊，都是一家人了。那么花如桃李啊，花如桃李。过去呢，把桃李并称啊，桃李并称。那么这个李花比桃呢相比呢，李花就秀气一些，因为李花通常是白色的啊。那么白色的这个李花啊，当然了，这个李它的果实也是比较重要的啊，也比较重要的过去的水果啊来吃的。所以说呢，这个桃李呢就被人们奉献为什么呢？
春日开花非常繁盛的这个样子啊。桃和李是两种植物，但是在我们园艺工作者的努力下，我们可以让桃和李结为一体。所以呢，我们专门呢就是通过什么呢？或扁桃和红叶李进行杂交，我们就杂交出了一个长得特别美的花，它就叫做桃李啊，就叫桃李。那么而且呢，它的这个品种名也非常好，叫什么呢？叫做春晖桃李。那么这个花呢，就是说呢，它是兼具了桃花花大和李花花多的这个特性啊，看到没有？李花呢，就是桃花虽然大，但是桃花是单朵生的啊，桃花是单朵生的。但是对于李来说呢，李的花呢，它是形成了一个我们叫散房花序，它有好几朵花聚在一起的。所以说呢，这个李花呢，就显得是一簇一簇的啊。我们来看这样的，对不对？一丛一丛的。但是呢，这个桃李呢，就综合了两者的特点。这个花粉大，又是一丛一丛的，特别好看啊。这个每年的春天，很多人专门去我们植物园拍这个春晖桃李啊。好，那么讲了这个桃李啊，这两个备受老百姓推崇的春季开花的木本植物以外呢，我们的诗经里面也少不了这个东西，对不对？梅。这个梅呢这个朝南有梅的这个诗呢这个讲了个什么事情呢？就是一个女子，她恨嫁呀她想赶快把自己嫁出去。那怎么嫁出去呢？过去是这个有点像什么呢？之前要女孩想嫁什么抛什么东西抛绣球，是不是？这个是干什么呢？她是看梅子这什么意思呢？钓有梅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把梅子扔出去有人来捡一种呢是看这个梅子落，这个是说呢，落了，大家落了3成，还剩7成的，赶快来吧选个吉时来追我吧这么说的。当然后面还有2句，大家一看一个呢是说，这个梅子还剩3成了，怎么还不来人呢？还有一个就是梅子全都掉地上了，赶快来吧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诗词。那么这个梅，它就很有特点这个梅，但是呢梅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商周时期，人们拿它来干嘛呀？是不是看花的呢？不是在商周时期，在我们先周时期，对，梅子它不是一个用来观赏的一个东西，而是用来吃的，尤其是它的果实是当时重要的酸味调味品的来源。我们都听说过一点叫什么？青梅煮酒论英雄，对吧？把梅子，尤其是还青的梅子煮到酒里面，让酒带有这个滋味。那么把这个梅子通过腌制做成什么呢？做成这个梅干或者是腌制的梅，它就是一个非常酸的一个调味剂所以说呢是可以加到饭菜里面进行调味的。那么过去的贵族呢，他是要做梅子酱的然后呢来去用在宴饮中老百姓呢也会腌梅子作为日常的调剂。那这个风俗呢，其实直到现在还有大家可以有时候如果去日本的话，日本人很多是拿一个饭上面放一个干梅子一个腌过的梅子就凭空来吃了，对吧？所以说这个梅呢，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它是作为一个调味剂来存在的。那什么时候人们开始赏梅了呢？我就刚才说的，这个大致呢是宋以后，这个赏梅的风气就开始上来了因为这个士大夫都要觉得自己这个要有风骨，对吧？因为梅花在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春花类的木本植物当中呢，开花是比较早的开花比较早的。但是我要给大家注意一点梅，我们都说梅一听都说傲雪，是不是没这回事没这回事。因为在长江中下游在长江这个中下游流域这一块梅子开花的时候，就是梅花开的时候，那已经不下雪了，那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这个梅它傲雪呢？一方面因为梅开花的确早这个2月底就开花了第二呢，就是人们把这个梅移栽到北方的时候那个时候还能下雪，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北方早春的花其实不多的那时候觉得这个花上有雪觉得这个花有风骨。好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人们把梅和腊梅给弄混了。因为腊梅那是真真正正的是在冬天开花的腊梅但是大家一定记住这个腊梅的腊，
它是虫字旁的蜡，不是月字旁的蜡，因为腊梅它这个字形容的是它的花瓣黄色偏硬，就好像蜡片一样啊，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梅就有这么的一个过程啊。所以说呢，到现在呢，这个梅花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象征了。当然，其实还有一点啊，这个梅花最开始的时候，它跟我们看到的那个礼花、桃花是一样的，是单瓣的，一样5个花瓣。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观赏的这些梅花呢，其实都是经过长时间培育，它经历了一个我们叫做雄蕊瓣化的过程，就是它的雄蕊有一些雄蕊啊，变成了花瓣的样子，然后它就从单瓣变成重瓣了啊，很好看。当然代价就是结实率降低了啊，因为它有很多这个花蕊它不能正常的产生花粉，也不能正常的授粉啊，所以这是这个梅啊。好，那我们说啊。刚才呢讲了几种春花，对不对？现在呢，我们到了一个喜闻乐见的环节啊。来，这个是我们在春季常见的5种蔷薇科梨属的木本植物的花卉。好，大家请听题，这5个分别是什么花？看看大家还记得不记得？来，第一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桃花是吧？好，这是什么？梅啊，这个你就能清楚看到这个梅花啊，梅花它的这个看到没，重瓣的，对不对啊？好，这是什么呀？啊，来，声音大一点，这个发音标准一点，什么？李花啊，李花啊，好。第4个是超纲题，我没讲，但是呢，大家应该记得，应该能够看这个样子，应该能想象的来吧？哎，好，来给自己鼓个掌。杏花，没错，杏花啊，杏花啊。那这个是什么？啊，这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个啊，这个啊，这是什么？哎，这个是梨花。啊，梨啊，对吧？啊，当然这个梨梨不是啊，梨花梨不是梨属的啊，梨是这个梨属的啊。好啊，是梨属，是梨属，不是梨属啊，梨子的梨啊。好，好啊，那个现在桃、梅、李、杏都是属于梨属了啊，那个梨是单独分开来的啊。哎，好吧啊，那么怎么区分呢啊？其实呢，梨是最好分的啊，我们吃的那个鸭梨啊，梨是最好分的，因为只有梨花它的花药就是它的雄蕊的尖端是紫色的，看到没有？其他的几种它的花药呢都是什么呢？都是这种淡黄色的啊。哎，那其他怎么分？杏花怎么看呢？杏花其实好看，第一，它的花呢白色的啊，还有一点很重要啊，杏花它的花萼。哪个是花萼呢？能看清我的鼠标吗？看到没？就是紫色部分，它是反折的，它是折下来的啊，它是这样折下来的啊，反折的。这个是杏花的一个特点啊，牧童遥指杏花村的啊，杏花啊。当然，梨花、梅花、桃花，刚才给大家讲过了。桃花呢，你看都是单生的啊，一般是单生的啊，单生的。然后呢，这个桃花的花瓣看到没？这边呢有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收缩的一个地方啊，在植物学上叫做爪啊，叫做爪。所以说呢，这个是桃花啊，对吧？桃、梅、李、杏、梨啊。好，那么讲完了这个蔷薇科的梨属的花，那我们就来挑到最后这个梨属的花了啊。能听到这个区别吧？啊，梨。好，那么这个梨呢这样啊，这个梨呢，其实呢，在我国的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的，而且呢，它可能比桃还要悠久，因为呢，梨在我国呢有称呼叫做百果之祖。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梨树可以长得很大，那么梨这就是一个特点，叫做甘糖。那么这个甘糖呢，它呢其实呢，我们说呢，它是一种野生的梨啊，长什么样呢啊？长这个样子。当然，如果单让你看这个图，你可能是猜不出它的样子的啊，毕竟古人的这个绘画的技术有限啊。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呢就是一颗我们说的甘糖本糖，叫什么呢？叫做杜梨啊，杜梨。
这个杜梨呢啊，它呢主要分布在哪里呢？主要是分布在这个我国的中部地区啊，就像这个河南呀、陕西呀、山西南部啊等等这些地区。所以说呢，这个《朝南甘棠》这首诗呢，它主要是讲的是周公的功德啊。周公这个人呢，他十分的勤勉啊，这个在这个甘棠树下啊，在这个杜梨树下教化民众的啊这个故事啊，所以说呢，不要去砍这个树啊，这个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他这么说的啊。那这个杜梨，那我们现在在哪儿能看到呢？啊，我们现在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吃的这个梨啊，吃的那个大梨子是受了杜梨的支持的，因为呢，这个杜梨首先呢，首先花很好看啊，花蛮好看的，花药是紫色的，是梨的特点。第二呢，它的果子呢，其实呢很小啊，跟我们这个小拇指的指节差不多大啊，而且呢，一般呢是要这个经过一个冬天冻过以后，或者说腌制以后才好吃，直接吃的话有点涩。但是呢，这个杜梨，包括呢，在我们江南地区比较常见的跟杜梨关系很近的一种野生的梨，叫做什么？叫做豆梨，豆子的豆。那么这个杜梨和豆梨，它都十分耐贫瘠，长势很强，所以说呢，会把杜梨、豆梨等等这些梨呢，作为我们商品化的这些梨的砧木来使用。就是我们把这些像这些大的这些水果的梨做成接穗，把它嫁接到这个梨的这个砧木上面。这样子的话它就长得很好啊。所以说呢，其实呢，我们现在能够吃到这些水果梨，也是离不开这些古籍中记载的这些本土的原始的这个梨的品种的梨的这个物种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杜梨这是杜梨。好，那么刚才说了，这叫甘棠，对不对？那如果大家现在想这个棠的这个字，大家会想到什么东西？对吧？海棠。那海棠这个字怎么来呢？我们来看，其实呢，这个棠的这个字的转译呢其实呢，在明清时期就已经有了，而且这就是证据。你看这个呢，就是我说的是那个日本人画的那个设色的这个图甘棠。大家看这个甘棠，它的果实颜色什么颜色的？红的，对不对？青色和红色的。但是大家想一想，杜梨它的这个果实的颜色是不会呈现红色的，它是那种麻麻灰色因为呢，这个梨的表面我们说的所有的这个梨属植物，它果实的表面呢多少会带有一些鳞片，所以说呢，我们看上去呢有点这种麻麻灰的那个感觉。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点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棠这个字呢已经开始有了一个转译，转到谁的身上呢？转到了苹果属植物的身上，就是我们说的 Malus 这个属就是我们想说的一些海棠现在来看这两张图就很接近了，对不对因为它的果实是可以由青转红的所以说呢，这个是海棠果。但是呢，是哪一种海棠？不好意思这个画的哪一种？这个没法看出来了没法看出来。但是呢，就是说棠这个字，它后来就逐渐的转指到了海棠的身上。那么这个海字怎么来呢？这个海字，因为呢，过去人们认为海棠它可能是从海外来的，所以加了一个海字来跟甘棠跟这个棠来做一个区分，所以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海棠这个称呼所以这就是一个棠字，它还发生了一个转译的一个过程。好了，说到海棠了，那就到我们今天又是一个比较重要，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什么投我以木瓜以及木桃、木李上面。那木瓜是什么？是吃的木瓜吗？女士们很喜欢吃那种又软又甜的木瓜吗？是它吗？不是对吧？大家其实都是，大家明白了，不是那我们说真正的木瓜长啥样呢？长这样，像不像？还是挺像的，对不对？黄黄的，大大的大概呢一个手那么一个拳头那么大所以说呢，这个木瓜我们中国最传统的木瓜指的是我们右手边的这个东西，木瓜。这个木瓜呢那我们吃的那个木瓜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是一种热带植物叫做什么呢？叫做番木瓜。注意一定不要忘了这个番字这个呢是热带植物热带植物帕帕亚好，那我们说木瓜，
这个名字还是十分贴切的。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植物园里面有种啊，我们植物园经常我会看到这个现象，这个地上扔了好几个这个木瓜啊，因为我们有木瓜树，然后呢，你捡起来看的时候，上面有2排牙印儿。啊，为什么呢？就是我相信这些尝试过啃过的人，他一定对木瓜的木字有深刻的理解啊，因为呢，这个木瓜的木啊，就是它实在太硬了，成熟的时候那真的跟木渣子一样，非常的硬啊，所以说一咬就只能留2排牙印儿啊，你想咬破还咬不破的。那什么时候吃呢？嫩的时候倒是能吃啊。大家如果去云南旅游，应该会吃过一个叫做酸木瓜炖鸡。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它啊，嫩的时候切成片去炖的，酸酸的啊，有点这个味道。那么这个木瓜呢，其实它的历史和文化也是很深的。大家如果读过这个《红楼梦》的话啊，贾宝玉被秦可卿带到他的房间里面，桌子上摆了个什么东西啊？啊，这个文章写的什么？砸过这个杨贵妃啊，这个安禄山这是砸伤了杨贵妃胸部的木瓜啊，是在这个房子里面放着啊。这个本身是个很香艳的表述，但是这也表现一点，就是古人们他们会在房子里面放木瓜。为啥要放木瓜呀？哎，木瓜呢，它虽然不能吃，成熟不能吃，但是特别香，真的特别香。就是你们去闻过以后，你们会忘不掉那种就是有点香，还略微带点腻的那种蜜糖的那种香味儿，很香的。所以说呢，过去的人呢，就是拿这个，他会供果嘛，供果的时候呢，就是用果子的香味去熏屋子。所以说呢，过去的人们就是这种，特别是这种大家子，他呢就会把这个木瓜收了，放在这个家里面做天然的香薰来用啊。所以说呢，很香啊，我估计这也是吸引他们想啃一口的原因啊。好，那么这是木瓜，但是呢，我们在《诗经》里面除了木瓜之外，还有2个，叫做木桃、木李。对吧？那这俩又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就有2种说法了。比较正统的说法是呢，木桃、木李其实呢就是木瓜的亲戚。我们来看，那个木桃啊，这个花呢是木瓜的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木瓜。这个木瓜呢长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小乔木啊，它是有主干的。这个树的这个树干上面呢有迷彩纹一样的这个斑纹啊，这个树大概能长到那个3-4米高啊，3-4米、4-5米高。它的花这个样子是有点粉粉的啊，是带点粉色的啊。那么这个呢是我们植物学上说的这个木瓜。但是啊，如果我们跟古籍去对一下，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呢，你像在日本人画的这个上面啊，木瓜长这个样子。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中国说的这个木瓜，在古代说的它其实也是一个一笼统，有好几个种。比如说里面最为有名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东西，叫做贴梗海棠，又叫皱皮木瓜啊，皱皮木瓜。因为它的这个果实呢，在成熟之后呢，表面会有一些那个起起伏伏的、疙里疙瘩的啊，所以叫皱皮木瓜。这个呢，当然在花卉上面我们会把它叫做这个贴梗海棠啊，很好看的花啊。其实像这个李清照写的那个诗里面，大概率指的也是它。还有呢，就是这个《红楼梦》里面怡红院种的那个海棠，大概率就是这个贴梗海棠啊。那么此外呢，还有呢，像这个有一些啊跟它近缘的，比如说木瓜海棠。啊，这些呢，像这个贴梗海棠、木瓜海棠，这些呢，它都属于一个属，我们是叫做木瓜海棠属。它原来呢跟木瓜是同一个属的，只不过呢在最近被拆开了，足以说明它们的关系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啊。所以说呢，这是贴梗海棠，一个是木瓜海棠啊。所以这个贴梗海棠、木瓜海棠其实也是我们所说的海棠4品中的2个。另外的2种呢是苹果类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跟海棠果一家的，包括垂丝海棠和西府海棠，这4个就是我们说的海棠4品里面的这4个。当然了，还有一种更简单的说法，这是这里面解释的啊。看到我说了什么呢？就是这个木桃、木李呢，就是桃李，只不过呢，这个为了诗词的准确，前面加了个木字，好像这也是种说法，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有可能这个桃和李，其实都是给人家送的，对不对？都是这个送过去的。然后呢，别人给了很好的回报。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大胆的猜测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个木瓜他送的就是个瓜呢？
哎，当然这是可以做大胆猜测啊，对吧？所以这种说法啊。但是呢，就是现在正经的说法是呢，这个木桃啊也是木瓜，但是呢木李呢可能是指的是这个木瓜海棠，因为木瓜海棠它的果实呢比木瓜稍微小了一点点啊。好，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海棠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木瓜家的这个海棠。好了，刚才说呢这些都是春花，对不对啊？哎，我们现在呢，马上啊，5月份我们进入夏季了啊，已经立夏了，马上就要开夏花了。这个夏花里面有一个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草本的啊，大家在公园什么都能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萱草啊，萱草。这个萱草呢很常见啊，这个大概在草坪上，就是在好一点的这个花卉平台上都能够看到。但这个萱草呢啊，这个萱草呢，它有好几种不同的意境啊。在这个伯希这首诗里面呢，是写的是这个妻子怀念出征的丈夫，想念。但是呢，大家如果就是说对萱草熟悉的话，也知道这个萱草更多的是一个什么？哎，是昨天还是今天是什么节啊？今天对吧？啊，今天是母亲节啊，母亲节。所以说呢，在西方是用康乃馨，但是在中国，我们传统的母亲花是什么？萱草，哎，是萱草。所以说呢，我今天特意把这个拎出来了啊，这个萱草。当然，萱草呢还有一个称呼叫什么？忘忧草啊，据说食之而忘忧啊。那么说这个萱草呢，代表这个想念的意象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魏风伯希这个词啊，他说想念这个出征的丈夫。那么此外呢，又是因为呢，这个萱草呢，很多时候呢，它在古代会种到庭院里面靠北，就是坐南向北的这个地方。坐北向南这个在庭前种的。那么在这边种的时候呢，一般这种高堂都是父母住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萱草呢就带有了这个母亲花的这个意象。当然还有这个忘忧草啊，说吃了能忘忧。大家有没有想过吃的是什么东西？萱草能吃吗？啊，萱草不好吃啊，萱草不好吃啊。那我们吃的是什么东西呢？哎，我们吃的呢是黄花菜啊，我们吃的是黄花菜。那么说呢，萱草和黄花菜呢，它是一家人啊，都是萱草属的。那怎么来区分呢？也很简单，萱草不论啊，绝大部分的萱草的品种，它在它自己的花瓣上会有一个什么呢？会有一个深色的斑纹。大家注意看，这个萱草看到没？这个深色的 V 字形斑纹看到没有？还有呢，像这个，这是一个品种了，但是呢，这个也是带深色斑纹的，看到没有？哎，这个呢是区分萱草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但是呢，黄花菜呢就比较素雅了，对不对啊？黄花菜呢比较素雅啊，它就是纯黄色的啊，而且是这种嫩黄色啊，没有这个紫色的斑块啊。而且呢，这个黄花菜呢，我们通常吃的是花蕾啊，在花蕾的时候，我们就采集下来，把它晒干啊。当然了，所有人都听说过这个黄花菜不要鲜着吃，对不对啊？因为呢这一类的这个里面的这一类植物里面都含有啊各种大量的啊多种的生物碱成分啊，有一些呢是有这个毒性的。所以说呢，像这个黄花菜大家都知道是晒干了以后啊，然后再去焯水，然后呢做熟再去吃，这个样子是解除它的这个去除它毒性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呢，大家在外面见到这个萱草就不要乱去吃了，它不忘忧，还有可能进医院啊。要吃的话还是吃黄花菜比较好，而且是干制的黄花菜啊。好，这个是一个夏花了啊。那么夏天的花呢，我们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哎，这是什么？荷花啊，荷花。当然过去通假字华通花啊，荷花。其实荷花呢，这个东西呢，它是一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古人也很熟悉。所以说呢，你像他画出来的图，我们一眼就看到，对不对？它是荷花啊，还带着藕呢啊，这个就画的一个比较经典了啊，对不对？比刚才那几个画的好多了。那么这个荷啊，它还有很多其他什么邯郸呀、那个莲呀、藕啊等等啊，一大堆这些东西啊。那么说呢，这个荷花啊，长这个样子。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跟荷花长得有点类似的睡莲，在《诗经》中有没有出现过？哎，想一想，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其实大家想想啊，《诗经》当中没有出现过睡莲，没有出现过睡莲。那这个其实也是个蛮有意思的现象啊，因为我们说呢啊，在我国的睡莲主要分布哪里呢？我国睡莲呢主要是在靠北部的地方分布的啊，北部分布的比较多。还有呢一个呢就是在我国的很靠南的位置，就是靠近热带地区，它会有一些睡莲的分布啊。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睡莲本身呢，它分为2个大的类群，一个呢叫做热带睡莲，它是分布在热带地区的啊，从这个世界范围内的热带地区都有分布。另外呢一类呢叫做耐寒睡莲，它呢分布在纬度比较高的区域。那么其实呢，在这个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区域呢，一个呢本身呢是稍微会缺乏一些啊，缺乏这个睡莲的这个种。那么此外呢，其实啊，虽然说《诗经》里面没有记录睡莲，但是呢，睡莲这个东西已经在人们的这个注解里面注进去了。在哪里呢？大家注意看这句话，看到没？这句话，花有赤白红紫青黄数色。好，来，大家动动脑子，大家回忆一下，荷花，你们见过有哪些颜色？注意是荷花，白的，对不对？粉的，红的，你说绿的吧，对吧？白的里面透点绿，我也就大概算了。大家见过青色的荷花吗？大家见过黄色的荷花吗？见过吗？黄色的荷花啊，有人说见过，没错，那是因为我们植物学工作者的努力，把美洲的荷花请过来了参与杂交。因为在我国本土的啊，在我国本土包括整个东亚地区分布的荷花，它都是它都是红、白、粉这些色系的啊，最多就是深到那种紫色了。但是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在美洲，它有一种荷花，它是黄色的，叫做美洲黄莲啊。那为什么美洲的荷花是黄色的呢？这个呢就是一些机缘巧合。因为我们说呢，在整个我们地球分布史上，从东亚到北美地区，它是一个我们叫做植物的间断分布的一个地区。因为呢，大家想象，如果当这个冰期海平面下降的时候，这个我们的这个东亚和北美地区是靠白令海峡这个陆地连接起来的，这个动植物是可以在这个路桥上相互来回走的。所以说呢，在我们植物学研究上面呢，东亚北美间断分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啊，因为北美和东亚地有很多植物的区系是非常类似的。那这个荷花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因为我们说一般来说呢，荷花就2种，莲和美洲莲啊，莲和美洲莲。那所以说呢，在东亚地区的就是这个以红色色系为主的莲，而在美洲剩下的呢，它是黄莲啊。那么中间它可能涉及到一些它们的遗传漂变啊，它们的这个少量的过去之后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偶尔的合成这种胡萝卜素的这个类群，它恰好在美洲生存了下来，然后繁衍开来，就形成了这个美洲黄莲啊。所以大家想想，大家看啊，睡莲啊，时有睡莲，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尤其是呢是在热带地区的睡莲，它颜色是有蓝的、紫的啊，都有。所以说呢，这个它里面记载的这个青色的荷10有8九就是睡莲啊，但是呢，《诗经》里面是没有记录的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啊。好了，那么前面说到荷花，水生植物了啊。哎呀，又到了大家一个熟悉的一个点了，来一起读一遍。我觉得这句诗很美，所以我是把它整个放上来，一起来。非常好，这个意境很美啊，意境很美啊，蒹葭啊，蒹葭。那么蒹葭呢，但是说到植物学呢就不美了啊，一说这个蒹是什么？蒹是荻啊，荻草啊，葭是刚长出来的芦苇啊。这个呢，对大家来说啊，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在前面老师跟我沟通的时候，就是不要讲的太难，植物分得太清，也不要写什么拉丁文什么的啊，就简单。那我们就说，就是在水边生长的，开花以后上面飘摇的非常柔美的各种的水草啊，那就包括芦、荻、芒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很美。真的很美啊！那其实我想问一下大家啊，我们如果说到
芦苇，大家最先想到是哪个地区啊？啊，我国的什么地区？南方、北方、东方、西方？南方是吧？哎，或者真是靠海、靠水的地方，是不是？哎，但是呢，我给大家说，芦苇这个东西啊，生命力非常的顽强，在全国各地啊，除了西藏的一些地区之外，它都有分布啊。哪儿呢？比如说，它只要什么？它只要有一点点水，它就可以长起来啊。第一张图我是在哪儿拍的呢？啊，第一张图我是在宁夏拍的，宁夏。啊，宁夏呢这个地区呢，它是一个很干旱的源，中间的一个谷地，里面呢就是下雨的时候能有点水过去，好了，它就长芦苇了，长起来了啊！而且呢，这个芦苇呢还有一点，芦苇它生长呢，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它的地下的横走茎去生长的，所以芦苇的扩散速度很快啊，所以很短的时间内呢，它就能够长一大片。如果呢一直有水供给的话，它就可以一直长啊，形成一大片的这个芦苇荡。所以说呢，我们在很多地区有水的地区呢，可以看到这个芦苇形成很大片的芦苇荡，就是依靠了它的这个地下茎到处的去窜啊，跟竹子有点类似。并且呢，我们说的芦花，大家想想，芦花是什么东西？是芦苇的什么？芦花是芦苇的毛，哎，是它的花吗？不是啊。芦花，飘飞的芦花是芦苇的果实啊，它的果实外是带毛的啊，所以可以随风来飘啊。好的，那么它随风飘呢，这个落到适宜地方又能够长起来，哎，非常的耐长。所以说呢，中间那幅图呢是哪里呢？哎，就是我们上海崇明东滩啊，广大的芦苇荡形成的一片一片的小水域，就给了很多栖息的候鸟栖息地，同时呢。这些芦苇，它的这些茎，它的嫩芽也能够给这些候鸟来提供食物。所以说呢，这个崇明能够形成这个东亚到澳洲候鸟迁徙的这个线路，它也是依赖了这个在这个崇明这个入海口地区有大片的什么呢？大片的以芦苇和海森棱标草形成的这个海滨的草本植物的这个群落。但是呢，我们像在座很多也是这个我们可能关注环境的也会了解到。哎，这个崇明包括南汇，在近一段时间啊，在就是之前一段时间吧，受到了另外一种恶性杂草的入侵，什么护花迷草，对吧？护花迷草，那个护花迷草呢，是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势又更强了，也是靠地下茎跟芦苇来去抗衡的。所以说呢，这个护花迷草呢，侵占了很多本来应该由海森棱标草和这个芦苇所形成的这个环境，所以说呢，就造成了这个候鸟的食物的短缺。所以说呢，现在呢，像包括像这个南汇啊、崇明东滩呀、崇明那边的这种河口湿地呢，它在做什么呢？治理护花迷草，然后呢，重新让海森棱标草啊，让这个芦苇重新能够生长回去，形成候鸟的这个栖息地。所以说呢，你看我们在这个卫星地图上看到的这些区域啊，这些绿色的区域啊，有这个潮汐树的这些区域啊，你能看到这绿色，它主要呢就是由芦苇啊，还有呢海森棱标草来组成的。海森棱标草呢，一般呢是比较靠近海的这边，然后呢，如果说长期的掩替的话，那就是变成芦苇了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滩涂啊，长草的滩涂就是长这个样子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芦苇啊，全国各地都是能够看到的啊，长势非常的强健啊。好，前面说的那些都是花呀、草呀的啊，我们现在也该聊聊跟我们生活比较接近的吃的了啊。吃的我们先从调味品开始，椒这个东西啊，椒这个东西呢，哎，大家知道这个椒是什么椒吧？哎，花椒。因为呢，我们现在市场上面看到的那其他几种椒，在先秦时期，它中国没有的啊，在中国没有的啊。这个椒呢，对，的确呢就是花椒啊，花椒。花椒呢，在过去呢，就是说呢，它呢，是这样子的，它一个呢，它是辛辣味的啊，吃到嘴里呢，感觉很麻啊。另外呢，这个椒呢，它吃了以后会感染人身上能感觉有点暖暖的那种感觉啊，嘴上麻啊。这个麻呢，据说是什么呢？这个麻呢，我看到一个文章呢，是里面的一个化合物呢，它结合到这个口腔
上面的受体以后呢，会跟你一个就是一定频率振动的那个产生那个信号感是一样的啊，所以说你吃了这个花椒以后会感觉麻，就像个东西在你嘴里震一样啊，它是这么来的。那这个花椒呢，在过去呢，因为人们也觉得它暖，而且呢，这个花椒看结的籽特别多，所以说呢，在过去呢，人们就认为啊，这个椒它代表了多子多福啊，子孙很多。所以说呢，在过去啊，这个宫殿里面给嫔妃住的这些屋子，它都是要用什么？要用花椒糊在泥里面去涂抹这个墙壁，然后这个房子呢，把它叫做椒房。啊，这个椒房呢，其实就成了后来就是说这个后妃们住的这个房屋的一个代称了。那么这个花椒呢，持续到这个我们的汉代。那么在汉代时候啊，所以在汉以后呢，这个我们的一些就是人们通了这个西域以后呢，那么从西域带回来的一些东西，其实呢，这个通西域带来很多的这个水果蔬菜，这个其实呢也不是说一个人就带来的，它其实呢就是我们在欧亚大陆上这个商路啊，它在长时间的这个交流过程中，不断的会有这个作物和这个植物作物它的相互的这个交流啊，并不能一定要归功于某一个人。我们都说很多东西是张骞带回来的，并不一定是这回事啊。那我们说呢，这个从西域它就会带回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香料，那就是西边带过来那叫什么地儿啊？胡椒。哎，胡椒啊。那么西域带回来胡椒，那么这个呢是从汉代时候就开始有了啊，有胡椒。但是呢，这个胡椒啊，它本身也不是西域产的。这个呢就经过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因为我们中原人认为这些胡椒呢是从西域运过来，所以把它叫胡椒。但是大家实际上知道这个胡椒是产于哪里吗？也不是阿拉伯，胡椒是产于东南亚。对，就是呢中南半岛那一块啊。但是呢，大家可以想想啊，这个从中南半岛运过来啊，中南半岛那个地区，如果要进入我国内部，它是要经过现在我们的这个云南、贵州那边的高山的，然后呢再朝西一点，那就是青藏高原了，更过不去了。那所以当时的商路是什么样的呢？通过海上的商路先运到阿拉伯那边去了，因为当时其实阿拉伯的海上运输、海上贸易是十分发达的啊，那边人十分发达，波斯那边海上贸易十分发达，陆上贸易就是通过印度也是可以过去的，因为那边地比较平。然后呢，这些胡椒呢，先从东南亚跑到了西域，再从西域呢，通过这个丝绸之路啊，陆上丝绸之路再回到我国啊，我们以为这是胡人带来的叫胡椒了，其实它就在我们南边产啊，在南边产，在东南亚产的。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辣椒，辣椒原产于哪里？辣椒原产于美洲，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才带过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辣椒呢，它是在明以后才传入我国的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辣椒它有两个名称，一个叫做番椒，一个叫做海椒。番和海代表他们都是从东南方向运进来的啊，因为当时呢，这个辣椒它是通过这个西班牙、葡萄牙的殖民者从东南亚啊流进来的，所以说是这么来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椒呢啊，它从花椒啊，过去《诗经》里面的花椒，再到我们现在常用的胡椒和辣椒的这个调味品，这个椒字它也发生了一个变迁。但是大家一定注意，我们在古文中如果单说一个椒字的话，它一定指的是花椒啊。好，然后呢，又是一些菜了啊。这个菜呢就很有意思了啊，叫什么呢？风和飞，风和飞啊。这个风和飞呢，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图啊，这个图就很有意思了啊。哎，大家看这个，我这个直接就因为这个风和飞就非常就是它比较复杂。这个风呢，在过去呢指的是这个吴京，也叫这个曼京啊，吴京、曼京，是不是看上去长得跟萝卜很像啊？是不是啊？但是不好意思，它不是萝卜，因为呢萝卜。当然，更不是胡萝卜啊！胡萝卜呢也是从西域过来的，更不是胡萝卜啊。我们说这个萝卜呢，它我国原产，但萝卜呢，在过去叫蒲啊，它呢都是吃它的这个地下茎的啊，块茎的。但是吴京它是十字花科云台属的植物啊，跟油菜是一类的。但是萝卜呢是萝卜属的植物，所以说呢，这个吴京开花呢，
它是黄色的花啊，黄色的花。然后呢，这个萝卜开花，它是紫色的花，那差得很远。那么在这两张图上啊，这个我是分析啊，大家有没有看到？它其实无论是这个蜂和飞，因为蜂呢，一般人学界认为指的是这个无精，而这个飞呢，学界认为指的是类似于萝卜一样的吃块根的东西啊，是不是萝卜还没有定数啊？它是一样类似的东西。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张图上它都没有画地下的部分？有没有注意到？所以说呢，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其实在过去啊，它俩的地下部分也是蛮小的，只是偶尔会长，所以在图里都没有画出来啊，没有画出来。当然，这个也是一个个人的猜测，但是呢，我们学界上通过后人的在这个评注上面，他们还是认为这个蜂指的是无精啊，这个飞指的是类似于萝卜一样的这个底下膨大的菜。那说到这一点了，那大家在生活中也能遇到很多底下长一块的这个菜类植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不好啊？来，我们看这一张。好，这4个都是底下长块的。来，大家来猜一猜啊！除了第一个，刚才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其他几个是啥？第二个是啥？好，第三个呢？我听到有人把那个声音发出来了啊！第4个呢？哎，我听到了，很好，来再给自己鼓个掌。其实呢是这样子啊，这些呢都是我们说的什么呢？都是十字花科云台属的作物。但是呢，你看它呢随着人们的栽培，它就会产生很多的变化。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无精也叫蔓精啊。第二个呢，它是大头菜，有时候呢也把它叫什么？叫做芥菜疙瘩。芥菜疙瘩那么这个大头菜呢，它是芥菜的变种有的地方把它叫尬菜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芥那这个菜呢，跟我们最熟悉的它是什么？它是腌咸菜用的，就是腌的那个黑乎乎的那个咸菜，是用它做的然后呢，第3个叫铁莲有的地方叫铁莲不同的地方发音不一样。对，有的人还叫匹莲，对吧？这就是那个发音。这个东西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偏向于什么呢？甘蓝类，我们可以把它视作是茎用甘蓝甘蓝跟甘蓝是一类的。然后呢，第4个呢叫做茎瘤芥这个字就行了，芥菜，对吧？就是大头菜和芥菜其实是一个物种的不同品种，大头菜是根用的，茎瘤芥呢是茎用的。那这个茎瘤芥大家肯定吃过。它是做榨菜的，就是那个泡出来那个颜色是那个黄灰色那个榨菜，茯苓榨菜，做榨菜用的。所以说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呢，它都是云台属的植物，但是呢，经过人们的长期的培育它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样子只能说劳动人民还是很伟大的回去之后在菜市场上可以多看一看好，当然现在呢，这个无精呢，它现在有的那个长得很大了，长这么大白色的，有的呢可能还带点紫色的长得真的很像萝卜，但是呢，跟萝卜的口感完全不一样大家有机会回去尝一下好，那么刚才说的是蔬菜，现在到了重头货了我们一开始问什么东西大家觉得最多，有人说是麦子，麦子很重要，但是呢，有的时候呢，这个麦子呢，它的这个可能不叫麦。而叫莱那么以我来谋莱和谋是2种植物，莱是小麦，谋是大麦所以说呢，这个2个非常的重要它在这个周颂里面去学了非常的重要，给我们提供食物的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图里面，你基本上看不出来它有什么区别，对不对这个画工还是没那么精致的第二个呢，稍微能够有点感觉了，大麦的这个麦穗要壮一些因为它的这个粒数不一样那么我们说到这个莱和这个谋我们就说一点，就是大家看这个莱这个字为什么说把麦子叫莱呢？就很有意思的一点，你看这个字，来大家猜猜这个字是什么字甲骨文的
啊？大声说。麦，不好意思，这个字就是来啊。那这个字是什么？哎，这个字是禾，禾苗的禾。大家可以从甲骨文能看出来啊，这个来和禾这两个字啊，字形有点像，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根啊，两个这个叶子啊，上面是它的穗子。但是呢，麦子的穗子是什么样的？直立的，对吧？但是呢，禾的穗子呢，它是下垂的。禾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啊，但是我没有展开讲啊。这个禾呢，大家听说过这个汗滴什么？禾下土。那这个禾指的是哪种作物啊？啊？禾苗。禾苗是哪种作物？悯农的第一首诗名字叫什么？春种什么？粟。对的。所以说呢，禾呢按照我们这个诗歌来说的，这个禾它比较精确的指向的是粟，因为粟这个东西呢，在我国的黄河流域，它是过去从周以来是周到就是那个先秦时期，这个在粟是在黄河流域最为重要的这个作物。所以说呢，这个禾这个字啊，禾因为粟它非常耐干旱，小米非常耐干旱，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来和禾。那么来这个字它为什么就成了小麦的取代？那小麦的麦字又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经过了一个错位啊。我们来看这个字啊，来和麦的这个关系啊。第一个是什么字啊？来，对吧？其实来呢，在先周时期它指的就是小麦。那么为了表示这个人前来，说了这个怎么表示呢？就是呢给这个麦子加了一个手啊，当然这个有的时候是加了个脚，什么意思呢？就是携带着一束小麦啊，能带着一束小麦是干嘛？那不是来交税的，就是来送礼的，对不对？所以有来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它就拼成了这个字，看上面是来，下面是个手或者是个足啊，当然是手是足，这个有不同的说法。那么这样子拼起来了以后呢，其实觉得麦这个字，其实如果在先秦时期它很有可能是带的来的这个意思过来了啊。麦这个字代表的就是我带着来到你这边过来了啊。但是发生了一个语义的错乱啊，语义的错乱。后来就是什么呢？因为来这个字用的太多了啊，过来到来，对吧？来这个字用的很多啊，它这个生活上的一个指代，所以说呢，就把这个来这个字呢，就赋予了取向、方向的这个意味。但是呢，这个麦这个字呢，它又转回去了，又转回到这个植物上面去了。所以说，你看它的这个语义发生了一个调换啊。所以说呢，这就是来和麦的这个关系啊。所以说呢，在过去麦是你来不来，来不来这个意思啊，这个来才是小麦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转换过程，好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粮食啊。那么说到整个《诗经》呢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个篇章了啊，就是这个宾风七月啊。这个呢是《诗经》里面最长的一首诗，而且呢是集植物大成啊。这个你看啊，这个不仅是有动物，不仅是有植物，还有好多动物在里面啊，各种各样的。那么我这里呢就提了一些什么呢？提了一些前面还没有讲过的一些农作物啊，农作物那包括什么呢？我们来看，这是什么？玉啊，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就是野葡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图啊，它其实呢就是葡萄的样子。但是大家会想一想，可能不对，葡萄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葡萄是西汉时候传入中国的，对不对？葡萄美酒夜光杯啊。那这里说的这个什么东西呢？其实呢是我国本来就分布的一些葡萄属的葡萄。当然这些葡萄呢跟那个从那个地中海地区传来的那个果实很大的葡萄相比呢，果实要小，要酸涩，只能当野果来吃啊。所以说呢，这边呢我没有给它具体的这个名称，因为呢在我国还有40多个这一个野葡萄啊，野生的这个葡萄属的这个物种啊，在这边，那么过去的人也会采来吃。当然还有一个什么呢？也有可能呢是蛇葡萄啊，蛇葡萄属，它的这个果实呢也是有颜色的啊，
也是爬藤的，也是可以吃的啊，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啊。那当然了，还有像这个黍和这个粟啊，这个黍和粟呢，在这里面其实呢，因为它两个字我们现在还在用，黍和粟其实指的就是黄米，但是呢，这个黄米呢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呢，一般来说就是在人们的那个研讨上认为呢，就是这个黍呢是指的是蒸了以后它发蔫的黄米，它就叫做黍。还有一类呢，就是说它煮了以后呢，它不蔫的这个黄米，它就叫做稷啊，它就叫稷，它是这么来分的。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呢，我们现在来看呢，它更可能的是一个什么呢？就跟我们说的这个就是那个糯米和非糯米的这个区别是一样的，就是说它的这个禾本科植物的籽粒里面累积的淀粉是支链淀粉多还是直链淀粉多的这个区别。如果说是支链淀粉多的话，它就蔫啊；直链淀粉多的话，它就不蔫啊。所以是这样的状态啊。所以说呢，就是黍和粟这些呢，都是一些比较耐旱的作物，都是在我国长江流域使用的比较多的啊。因为冰封这个地区呢，冰在哪里呢？冰之地是在陕西啊和这个山西交界那一块，是靠北的地区，所以说呢，这些呢都是比较耐旱的这个作物啊。还有呢，葵和菽啊。这个葵这个东西呢，我相信大家呢也都知道，这个葵呢，是向日葵吗？不是啊，向日葵也是美洲过来的啊。这个葵呢，